对，不可能，绝对不可能。2名前台始终不相信那八卦新闻的报道，那八卦新闻不也带着怀疑的态度，写出来的都是媒体分析而来，并不是真正的事实。收到推送八卦新闻的不止2名前台，大家都收到了。不过也就杨太和蓝氏集团的人会点进去看看。普通人收到推送的八卦新闻，若是对娱乐八卦新闻感兴趣的，可能还会点进去看一下，不感兴趣的就会直接删除。饶是这样也足够震惊2家公司的人。但凡认识战维和蓝若若的，看到这则八卦新闻后，都给2人打电话。战维刚回到办公室，还没有坐下呢，蓝若若的电话就杀到了。他边接听蓝若若的电话，边拉开椅子在办公桌前坐下，笑眯眯地问蓝若若：“蓝副总早呀，这么早就打电话给我，迫不及待要请我吃午饭了吗？还是现在就给我安排相亲？”战维，你没有收到推送的八卦新闻吗？战维装糊涂，什么新闻？我一般关闭推送功能，不会收到任何的推送新闻。要看新闻，我会特意去看，不需要平台推送给我。昨天我们偶遇一起逛了一会儿的街，就是带着你侄儿女去玩具店的时候，你请的临时保镖不是告诉你有人偷拍吗？你还去处理了，说处理好了，让对方删了相片，怎么还有相片发出来？还写成咱们俩是隐婚夫妻，将你2个侄儿女当成是咱们的孩子。蓝若若其实也关闭了推送的功能的。这则八卦新闻是她的好闺蜜收到了，看到是与她有关的，打电话给她问她什么时候结的婚，抱怨她结婚居然不通知朋友们，居然隐婚那么久，孩子都生了2个，大的那个都6、7岁了，大清早就被朋友一顿抱怨。蓝若若那个冤呀，解释自己没有隐婚，也没有孩子，朋友还不相信，说相片都登出来了，还问他和战维真是死对头吗？真是死对头的话，怎么会一起逛街？还有说有效的，战维看他的眼神温柔又深情。蓝若若一头雾水，问了好友才知道好友是从推送的一起八卦新闻看到的。蓝若若就赶紧自己去搜那条新闻来看，点进去看了报道后，哪怕是带着分析和怀疑的意味，可是将他和战维扯到一块儿，就让蓝若若气得想摔手机，当即就打电话给战维质问他怎么回事。昨天他是知道有人偷拍了的，但战维告诉他，他处理好了，那个娱记偷拍到的相片他都删除掉。难道是他没有删除干净，还是娱记后来又偷拍了？战维说道，我是叫他删了的，他用手机偷拍，还是我拿过他的手机亲自删除？难道我删除后他还能将相片恢复？他不敢说他只删除了拍到2个孩子正面照的相片，没有拍到孩子正面照的他并没有删。那个娱记倒是个聪明人，发现他只删除了拍到孩子正面照的相片，就猜到他是要保护2个孩子，但并不介意报道出去，所以那个娱记就写了这样的一起新闻稿子，连同没有拍到孩子正面照的相片发了出来。战维可是阳城出色的青年才俊，无数女孩子的梦中情郎，蓝若若又是蓝氏集团的副总裁，蓝家的大小姐，2个人是大家都知道的死对头关系。若爆出他们是隐婚夫妻，这样的新闻太劲爆了，绝对吸引人的眼球。蓝若若说道，有些手机是删除了后，还要去删除的相片那里再删除1次，才能彻底删除干净。你是不是只删除了1次？战维答道，我就是在他手机相册删除了，当时没有想那么多，想到从手机相册删除就算删除了。蓝若若，怪不得了，我现在去看看那则新闻，然后找他们删了新闻。蓝若若说道，现在已经无数人看到了，删除新闻有什么用？那就咱们一起发澄清声明吧。战维小心的提议，声明相片里的人不是咱们2个，
只是跟咱们有点像的人，你觉得怎么样？要不就解释说是偶遇的，说2个孩子是我的侄儿女，事实上他们也真的是我的侄儿女。蓝若若没好气地说道，偶遇？咱们俩平时是什么关系？偶遇了能这般亲近？别人一样会怀疑的。那你说该怎么办？我是无所谓的，反正于我来说又不会少块肉，只要我知道我和你不是隐婚夫妻，2个孩子不是咱们亲生的就行，你去处理吧。不管你怎么处理，我都没有意见，因为你更生气，更在乎这件事。蓝若若，发声明吧，解释清楚说那是跟咱们长得很像的人，并非是咱们俩。战维说道，蓝大小姐，只是包不住火的，到时候人家又甩出更多偷拍到的相片，证明就是咱们俩，咱们就会被打脸。那就直接说是偶遇，本来也是偶遇。蓝若若要求咱们要一起发声明，至于抱着你的侄女，就说是贝贝非要我抱她，我就抱着她了。行，不过你发声明的时候，不要将2个孩子的名字铺出来，哪怕是小名都不能说，只需要说是我的侄儿女就行了。毕竟是面向全网的声明，他第一要做的还是保护好侄儿女。若被人知道2个小孩子是战家下一代的接班人兄妹俩，大哥能扒了他的皮。管城的媒体记者特别好奇的是贝贝，想知道贝贝长什么样，奈何他们都无法得知。战家将小宝宝保护得太好了，媒体记者只在海童生贝贝当天知道海童为战印生了一个女儿，打破了战家几代无女的僵局。海童生完女儿出院当天，战印大方地让媒体记者拍到他去接妻女出院的相片，不过贝贝被他抱着，媒体记者就拍不到贝贝的样子，知道战家对孩子的保护极好。管城的媒体记者们蹲守过一段时间，被警告后就不再蹲守。若能无意中知道战家下一代接班人兄妹俩的真容，对他们来说那也是幸运的。蓝若若理解战维对2个孩子的保护，她答应了。2个人沟通好，要发差不多内容的声明，那样才不会被怀疑造假。事实上，他们也真的是偶遇吗？在蓝若若要挂电话之前，战维问他，那中午我的相亲，你还安排不？赔给我的10套衣服，你给我准备好了吗？是中午请我吃饭，安排我相亲时给我，还是什么时候给我？蓝若若沉默了一下后说道，照常，我给你安排的相亲是在羊城大酒店，那是我蓝氏的酒店，安全性很高，我又是蓝家的大小姐，要求酒店帮我们保密，他们就不敢泄露半句出去。战维暗松口气，他最怕的是蓝若若因为这一起八卦新闻导致蓝若若不想请他吃饭了。还好他没有取消，多亏他要求跟他签了协议，有白纸黑字为证，他想赖账也赖不掉。敢赖账的话，他又去蓝爷爷面前告状。那就好，先谢谢你了，肯帮我安排相亲。蓝若若在心里腹诽，不是他要他负责任，怪他毁了他的名声，要求他进行补偿。他用得着充当月老给他安排相亲吗？哎，要怪还得怪他自己，谁叫他喝醉的？喝酒误事啊，以后可不能再犯这样的低级错误了。结束了通话后，蓝若若就有点发愁，她该安排谁去和战维相亲？蓝氏集团里有年轻的女职员见过战维后就心生爱慕的，2个人虽说是死对头，战维有时候为了找他算账，会怒气冲冲地杀到蓝氏集团来，然后公司里的女职员就看到他了，那家伙长了一张迷死人的俊脸，多少年轻的女孩子一见战维误终身呀。好一会儿，蓝若若按下内线电话，通知她的秘书进来。很快，秘书敲门而入。副总，有什么事？蓝若若的秘书是她好闺蜜的妹妹，大学一毕业就进了蓝氏集团，跟在她身边也有3、4年了吧。她的闺蜜也是富家千金，当然了，
他的秘书真实身份亦是富家千金，不过是不想进入自己家公司，好闺蜜才会求到蓝若若这里来。蓝若若看在好友的份上，招了对方的妹妹进来给她当秘书。还好秘书工作能力不错，在公司里也和她保持着上司和下属的距离，没有几个人知道她和秘书的姐姐是好闺蜜。阿妙，蓝若若叫着秘书的名字，有件事想问问你，你帮我支个招。秘书好奇地问，什么是副总需要我支个招的？咱们公司，你知道有谁爱慕占为的？秘书愣了一下，没想到蓝若若问的是这个问题，他在犹豫要不要说实话。又听到蓝若若说道，不用担心，我不是要将他们开除，而是我答应了占为，给他安排相亲，一天安排2场相亲，中午一次，傍晚一次，一天就要2个相亲对象。我想着咱们公司里有不少未婚的女职员，但凡他们对占为有想法的，我都给他们一个机会，安排他们去和占为相亲。他以为自己听错了，他的上司居然要给杨泰的占总安排相亲，怎么回事呀？还有刚才他看到的一起新闻，是上司和占总的，别人可能会怀疑2个人真有可能是隐婚。秘书不会怀疑，他姐姐和蓝若若是好闺蜜，他认识蓝若若也有10几年了，很清楚蓝若若的私事。蓝若若压根就没有隐婚，男友都没有，而占为来到阳城都不足6年，他们带着的那个小男孩，瞧着6、7岁的样子，怎么可能是占为和若姐的儿子？那个孩子出生时，若姐和占为都还不认识呢。很意外是吧？秘书错愕的样子让蓝若若自嘲地笑了笑，她都觉得意外，居然要做这样的事情。怎么说呢？我得罪了占为，对他做过的事会影响他的名声。他说他还是单身狗，我毁了他的名声，害他娶不得老婆，唯我是问。我就说帮他做媒，介绍女孩子给他，让他去相亲，总能相到他喜欢的女孩子的，那样就解决了他的终身大事，不用被他找我算账了。秘书恍然，原来如此。阿妙，你比我更清楚咱们公司里都有谁对占为有好感的，愿意与占为相亲的，你将名单交给我，我叫他们到我办公室里问他们的意思，若是他们愿意，就安排他们去和占为相亲，若是他们能打动占为的心，嫁给占为也是个好归宿。秘书本能地说了句，他们若和占总相过亲，还互相看对眼的话，就要让他们辞职了，不能留他们在公司，免得做出伤害公司的事。不怕副总说我多心，只要知道他们对占总有点意思的，我都会暗中盯着他们，防着他们会为了讨占总喜欢偷到公司的机密。蓝若若笑，我也防着呢，还好，目前来说他们还没有为爱疯狂到不顾他们的前途。秘书冷哼2声，那是他们知道占总不好追，多少女老总倒追过占总，都得不到占总的回应呢。他们能比那些女老总更优秀吗？占总是个帅哥，他应该见过很多的美女，各种各样的都会有，对美女有了免疫力，一般女孩子很难打动他的心。明知道不会有结果，他们就不会疯狂，不会随便拿自己的工作及前途去赌。副总要安排他们去和占总相亲，等于是变相让他们离开蓝氏了。我只是安排他们去和占为相亲，相亲成不成功，我都不会炒他们的鱿鱼，除非他们做出伤害公司利益的事，否则他们仍旧可以留在蓝氏集团工作，中高层管理就算了，那是咱们公司好不容易培养出来的人才，可不能毁在占为那里。蓝若若说道，你就统计一下那些增通的女职员，安排他们去和占为相亲，他们接触不到公司的机密，很难成为占为的棋子。况且他安排了他们去和占为相亲，以后他们在蓝氏集团也是无法升职的了，只能一直停留在现在的职位上。